邦尼团队再次献上 Galaxy S25 Ultra 完整评测。嗨，欢迎回来，我是李子。看到我手上这只手机，没错，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详细聊聊 Galaxy S25 Ultra 的完整实测啦。三星在农历过年前正式发表了全新的 Galaxy S25 系列手机。当时收到发表会邀请函的时候，完全感受到三星意图使人不过年呐。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会完全 focus 在手机的重点实测以及新功能上面，然后当然邦尼频道招牌的各种详细实测都有。不过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想让大家赶快看到实测内容，一些先前已经介绍过的功能，请大家在这期影片结束后搭配 Galaxy S25 Ultra 快速上手一起观看，本集不再重提。那节目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可以直接讲，今年的 S25 Ultra 如果只看硬体规格的话，老实说真的无聊，完完全全常规更新。虽然说美国主会场有展出 S25 Edge 以及三星跟 Google 合作的 Android XR 头盔嘛，不过这些都还要等后续更新，加上台湾分会场没有展出嘛。各位朋友想看我们再知道三星发表会带来第一手消息的话，记得底下帮忙留言敲碗，让官方看到各位。聊回来，虽然说这代规格看起来提升小，但在仔细评测之后，邦尼团队还是帮大家统整了7个你一定必看的重点。包括看起来没改的萤幕，这次其实有再次进化。然后全新搭载的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定制版处理器，在效能上还真的有惊喜。过往三星的旗舰大多强调体验，效能其实不是主力的发力项目。但你敢信，这次 S25 Ultra 居然可以顺跑满崩铁最高画质，全程平均 59.8帧。你知道上一代24 Ultra 只有平均 42.6帧吗？这代真的是过往想都不敢想的表现啊！我们同时也会仔细聊聊相机，包括新的感光元件表现如何，这次主打的录音体验表现如何。当然，我们还是会仔细聊聊再次进化的第2代 Galaxy AI 表现如何。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依照惯例，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外观我们就只讲重点，想要看更多细节，可以看我们上一支上手影片。S25 Ultra 在外观上有3大重点。第一，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次 S25 Ultra 再次首发了康宁最新一代的大猩猩防摔材料，叫做康宁大猩猩 Armor 2。不过比较少人留意到的是，这次的 Armor 2它其实不是一般的防摔玻璃，而是首款用在手机上的抗反射陶瓷玻璃防摔材料。并且康宁还在这块新的材料上带来2个重要改变。第一 ，Armor 2的基材就是陶瓷玻璃嘛，所以同时拥有2个材料的综合特性。除了抗刮效能更好之外，也可以通过 2.2 公尺混凝土地面的跌落测试。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康宁强调他们再次改良了这代的 Armor 2的抗反射涂层，做到一般玻璃搭配抗反射涂层的4倍抗刮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这代的抗反射涂层会比之前的更抗刮4倍的意思。根据目前的消息 ，Armor 2依旧是三星和康宁深度合作开发的，应该还是会由三星继续独占。第2个重点，在我们的实测当中，这次的大猩猩 Armor 2的抗反射效果又有提升。我们这边直接对比没有抗反射涂层的 iPhone 16 Pro Max， 第1代抗反射涂层的 S24 Ultra， 以及第2代 Armor 2抗反射涂层的 S25 Ultra。这个抗反射效果差异明显可见。我个人非常支持，不只是三星啊，各家都应该探索抗反射萤幕。原因就是具有抗反射涂层的萤幕，不仅可以大大强化面对天花板的 LED 灯在户外看手机、看网页、回讯息的清晰程度，同时在户外的时候，抗反射效果更好的手机在肉眼上会有更亮的感觉，也更容易看清楚文字，对于阅读的体验提升真的有感。这个推荐大家拿着自己的手机到现场去对比体验就非常清楚了。除此之外，以萤幕显示的角度来看，应该不少人知道 OLED 在大太阳下其实是会被照亮影响显示效果的，所以过往三星才会推出像是 Vision Booster 的高亮度演算法，去改善大太阳下的显示效果。而有了抗反射效果之后，就是直接物理上的解决反射问题，这也让 S25 Ultra 的萤幕在任何灯光下看上去，就是会比一般没有抗反射效果的手机更加通透。目前测下来最惊艳的地方是 Armor 2已经可以做到，即使遇到大反光的状况，搭配上 S25 Ultra 的高亮度，你依旧可以非常清晰的阅读萤幕上的文字，这是过往任何手机萤幕都无法给出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S24 Ultra 有抗反射涂层造成萤幕显示深灰色的时候有抹不感的案例出现，
那今年我们仔细看 S25 Ultra 的萤幕，在深灰色画面下，这个问题有着明显改善，大概就跟一般的 OLED 萤幕的表现大致相同。但还是要留意，在你贴上保护贴的时候，这个抗反射效果也会直接消失，所以真的要贴的话，建议可以另外找抗反射保护贴搭配使用。最后一个重点，这次三星依旧采用钛合金中框，整体机身强度更高，并且重量也再次减重了14克，正面也变成了平面萤幕。那平面萤幕的一大好处就是保护贴变得非常容易贴，因为平面可以支援超声波指纹辨识的保护贴已经非常成熟，只要选择薄款支援指纹辨识的保护贴就完全 OK。我在某宝上随便买20-30块台币的保护贴都能成功解锁，所以只要你不要乱买都没有太大问题。另外，这次 S25 Ultra 也改成了全面平直的中框，所以在视觉上是真的非常工整漂亮。但如果你是裸机派的话，虽然三星已经有做小圆弧收边，但还是摸得出是直角。不过如果你是买来一对装保护壳的朋友，那就完全没差，甚至因为它是平直的中框嘛，所以你套上保护壳之后的手感会比 S20 Ultra 来得更窄，握感是会更好的。此外 ，S20 Ultra 同样采用线性马达，在震动回馈上清脆利落，不过预设震动依旧比较小，可以在系统中稍微调大。S20 Ultra 今年同样内建了 S Pen， 并且这个味道同样非常特别啊，好像25 Ultra 的味道又更好闻了一点。但不好闻的是，这代居然拿掉了 S Pen 的蓝牙功能，这点我觉得不是可不可惜的问题，而是真心想不透拿掉的根本原因啊。我觉得对我这种老用户来说，你不如把笔整个拿掉，那我还真的完全能够理解。但我真的觉得2025的今天，三星真的需要思考 S Pen 在 S 系列上的存废了。我觉得这次拿掉蓝牙，从技术上比较合理的猜测，还是为了减重和空间分配。如果我们把上一代的 S20 Ultra 拆开，可以发现 S Pen 其实占机身内部极高比例的空间。你说把 S Pen 拿掉，全部换成电池，大概多个500-1000毫安时不过分吧？又或者是把 S Pen 拿掉，电池容量维持不变，我们把它稍微拉窄，那你看看，大家敲碗的2亿长焦不就塞了进去了吗？用一句话来说的话，现在的 S Pen 对三星的内部排列来说，不只是难题，更是包袱。这张图就已经完美说明了为什么今年硬体几乎没有更新，所以才说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拔不拔蓝牙，而是 S Pen 到底留不留。但我觉得拿掉蓝牙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为了 S20 Ultra 做出的选择，而是想要在未来的 S 系列上做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铺路。但这个问题我也真的不意外啊，因为从 S 跟 Note 系列合并的那年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一定会有两方用户的拉扯，此题无解。你看看，包括 S20 Ultra、S23 Ultra、S24 Ultra 都是更靠向 Note 用户 ，Note 用户爽了3代，而 S25 Ultra 其实从外观上就明显更靠向原先的 S 系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第一代支援 S Pen 的 S21 Ultra， 当时的 S Pen 也是不支援蓝牙功能的，大概是一种校正回归。正向思考的话，接下来的 AI 世代 ，AI 画图、AI 笔记，真的还需要用一支触控笔手动操作吗？但反向思考，笔还是很重要啊，需要精准触控。喜欢手写笔记，喜欢用各种圈选功能的朋友，笔早就离不开了。但话说回来，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虽然是吵得很凶啦，但如果你本来就没怎么在用 S Pen， 那就没什么差了。你们怎么看呢？底下留言。啊，对了，这边要补充一下 ，S Pen 少了蓝牙，只是少了远端功能，比如说不能站在10公尺之外启动拍照，但是 S Pen 用了 EMR 技术，还是可以让它做到悬浮感应，然后一样可以按下按钮叫出更多选单，所以还是一样可以做到远端悬浮操作，然后一样可以精准书写，这些过往的优势功能都是没有变的。好像很多人以为悬浮功能和悬浮按钮也没了，没有，这些都还在哦。所以书写为主的朋友是不用太担心，以触控笔本身的功能来说 ，EMR 依旧是目前最佳方案之一。三星的 Galaxy AI 到此时此刻为止，已经有超过40-50个功能可以在手机上面使用。那今年我觉得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三星大幅强化了使用体验。很多人说我平常用不到 AI 啊，我用不到。我觉得对大部分用户来说，不是你用不到某些新功能，而是你根本不会用，所以你根本无法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举个身边的例子，比如说我前阵子教用 S23 Ultra 的长辈消除反光，只教会他一次，哇，前阵子去海洋公园玩，每一张都有消反光啊，
甚至扩散到他身旁拿三星的朋友都会去除了。我觉得真的不是用不到，而是很多人想不到也不会用。所以我觉得如何让 AI 普及到一般人也会用，绝对是接下来 AI 手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既然是 AI 的功能，那就交给 AI 解决。三星的做法非常直觉，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张人像照片，手机里面有几十个修图功能，那你不用想怎么套用比较好，直接在相簿里面往上滑，这边就直接推荐你可以重置原框效果、清除阴影、背景特效。那比如说我们点原框效果，你看 AI 就帮你把普通的人像照片生成成动态的人像照片。最棒的地方是它也可以直接设定成桌布。那又或是点击背景特效，然后我们选择摄影棚，你看原本平淡的一张照片，现在 AI 就直接事后运算出景深效果，并且自然的帮你的人脸打光。总而言之，三星技能 AI 最大的重点就是你不用去想怎么处理， AI 会自己判断画面，然后告诉你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今年 AI 手机最重要的重点，就是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然后这不只是在相簿里面，像是智慧选取，过往都要自己点想要什么功能，现在不用， AI 会自动思考现在你可能会想用的什么功能，然后自动推荐给你。那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几个我觉得今年比较实用的 AI 功能。第一个我想先介绍的是电话里面的 AI。那去年就有推出过文字通话以及即时翻译两个 AI 功能，更多细节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参考我们的 Galaxy AI 完整介绍。目前最重要的更新就是全面支援台湾版的繁体中文，准确性和在地化都有明显提升。那今年通话上的新 AI 功能就是当电话接通之后，你看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通话录音的 icon。那在录音的一开始，系统会播放一段语音提示，告诉对方这段通话是有被录音的。这通电话将被录音。不过这并不是单纯的通话录音，而是你可以开启语音转文字智慧助理，在通话记录这边就可以听到完整的通话录音档案，同时 AI 也会自动帮你把整段通话内容转成完整的文字档。重点是它还会帮你把整段通话内容转成文字摘要，拿来整理电话会议的重点就不会漏掉，蛮好用的。第二个 AI， 我们来讲影片相关的 AI。去年三星有做一个 AI 慢动作生成的功能，你只要在任何影片长按 ，AI 就会开始运算，把中间缺少的画面自动 AI 运算后补上，让任何影片都变成慢动作影片。那今年三星则是加入了全新音讯橡皮擦的功能，那这个功能拍表演是真的非常好用啊。比如说前几天路过市集，有个歌手唱着好听的歌曲，但旁边很吵，有人在走路，有人拉行李箱，然后还有鸟叫声，路人在讲话，总之非常吵。好，现在我们施点魔法，我们让 AI 分析一下音讯，然后最后选到杂音，把它拉低到90左右。我建议可以保留一点点，不要完全消掉，会比较有现场感。然后你听。再听原本的声音，再听掉消掉的声音，再听原本的声音，明显好多了，对吧？当然，如果你想要的话，担心这个音讯橡皮擦也是制作卡拉 OK 版音讯的神器，直接把歌手的声音拉掉，就只剩背景音乐了。或是你也可以把乐器的声音完全拉掉，好好欣赏歌手的纯 vocal。这个 AI 功能学起来真的好用。第三个功能，接着就来聊这是最重要的功能，叫做 Cross App， 可以说是三星和 Google 的重磅合作。简单来说，现在 S25 Ultra 上面的智慧助理预载就是全新模型的 Gemini Live， 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目前就可以直接调用 Google 的原生 App、三星的原生 App 以及一些第三方的 App， 像是 Spotify、WhatsApp 等等。那我这边直接示范最直觉，比如说我要写一篇论文，那无意间得知有一个科技接受模型好像有点相关。但我现在是真的没空去看，那我就直接按帮我搜寻科技接受模型的重点，然后将重点摘要记录在 Samsung Notes 里面。
Gemini Life 就会先帮我搜寻 Gemini 模型里面关于科技接受模型的重点，那找到整理好之后呢，自动帮我记录到 Samsung Notes 里面。那这个 Samsung Notes 是可以替换的，那比如说换成记录在 Google Keep， 它就会 keep 在 Keep 里面。好，那我们再更复杂一点，帮我确认从新庄体育馆到内湖瑞光路的车程要多久。如果超过20分钟，帮我在3月26下午3点到3点20分建立一个跟 Michael 进行快速电话会议的行程，然后统整5个跟客户开会的必胜攻略，整理到 Samsung Notes 里面。你看，他还先透过 Google Maps 确认车程超过20分钟，刚好够我开个快速的会议。所以你看，他直接帮我预约了3月26号下午3点到3点20分跟 Michael 的快速电话会议。到底谁是 Michael？ 然后他超棒的，直接帮我整理了5个跟客户开会的必胜攻略，然后整理到 Samsung Notes 里面。哇，我是觉得这整串指令已经复杂到，如果是真人助理，你大概会直接被翻3个白眼。所以 Gemini Life 最大的优势就是现在还没学会翻白眼。另外 Gemini Life 也是看得到画面的，你可以直接点击提出有关这个画面的问题 ，AI 就能看得到你荧幕上的画面，然后你就可以接着提问。不过目前这些功能还是需要 Gemini Life 支援才能够取用资料，我是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比如说可以直接把重点赖给某个人之类的，那就不再是 Google 智障型助理的时代，而是真的 AI 助理了。但现阶段我觉得把某某重点整理存进 Samsung Notes 还蛮好用的。最近做一些研究的时候，想到什么都请 Gemini 帮我存起来，比你大学分组报告的组员有用个100倍以上。第4个功能，三星在手机上的 AI 图像生成，我们介绍过很多次了，像是在肩膀上画出鹦鹉，在腿上画出猫猫，在椅子上画出恐龙玩具，这种复杂操作都做得到。那今年有一个好用的，叫做 AI 贴图，你可以打上一些文字，比如说最近这个超好用，蛇年行大运。蛇年拜年春联 ，AI 马上就生成一张贴图给你。或是你也可以做一些人物贴图，比如说驴子打电脑、驴子接电话，而且生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精致，完全可用。另外，现在 AI 路人消除也再也不用自己点选了 ，AI 可以帮你圈出所有可以移除的选项，整个移除过程更轻松，并且今年的三星 AI 会自动把阴影一起消掉，不会有之前 AI 消人没消到阴影的状况。还有，三星也加上了 AI 表情修复的功能，只要开启动态照片之下 ，AI 就会自动选出几个最佳表情让你替换，俗称4秒内可以 AI 换头，不管是闭眼睛、角度不对，还是光线不喜欢都可以换。另外，三星也加入了 AI 自动剪辑的功能，只要在相簿里选好你想要的素材，然后系统就会自动产出一段精彩短片。然后 AI 帮你整个大概之后，你还是可以自己排列，加上素材、音乐的，算是手机厂蛮好用的简单影片剪辑工具。另外，三星这次也在设定界面以及相簿当中加入自然语言搜寻的功能，你不用再记复杂的关键字，例如你可以直接在相簿里用语音说白色衣服的照片 ，AI 就会自动帮你列出所有白色衣服的照片。而在 AI 写作助理上，现在你可以随在浏览器框选你要的内容，然后请 AI 帮你整理整段的摘要，甚至还能产生表格，还可以加上项目符号的重点整理，分组报告神器。接下来还有 AI Select 智慧选取，现在当你从侧边栏启动智慧选取的时候 ，AI 就会自动判断画面上你到底要什么。比如说，你可以把一段影片素材直接变成 GIF 档，然后传给朋友，完全是梗图神器。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聊聊 One UI 7。这次 One UI 7终于走出了扁平设计的时代，包括这次新的图标设计、新的通知音效、铃声音效、整体更加生动现代。比如，三星大量加入了 Now Bar 的设计，现在所有支援 Now Bar 的 App 在执行的时候，就会在锁定画面的萤幕底部或是通知列出现快捷选单，像是计时器、Google Maps 导航、比赛的即时比分，或是你现在在充电的时候 ，Now Bar 也会直接显示，绿色的就是15瓦充电，青色25瓦，
蓝色视数等等，整体活泼许多。然后控制选单现在也被分成了两边，但好在你可以滑动一下就切换到通知。但是你不喜欢分开怎么办？三星的系统自定化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当然可以切换回传统设计，下拉编辑按钮，面板设定，选择合并，这样就回到通知和控制中心2合1的传统设计了。并且这次 One UI 7是真的明显流畅非常多，像是 AOD 的流畅动画。然后现在你也可以丝滑的打断 App 启动动画了，所以可以来玩看你的手指头先抽筋还是系统先抽蓄的比赛，正式开始。好，AI 先讲到这里，大概还有30-40个好玩的 AI 先贤都有介绍过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 AI 功能细节的朋友，请参考我们先前推出过的 Galaxy AI 重点总整理这支影片。还没有玩过 AI 手机的朋友，一定要去现场玩一玩。接着我们来看目前还是比较少人有测的萤幕表现。这次在 S25 Ultra 上的这块萤幕，依旧是三星自家的顶级系列。S25 Ultra 采用了一块 2K QHD Plus 120Hz 的欧极线全萤幕，技术上采用 Dynamic AMOLED 2X， 并且同样是 LTPO 的萤幕，可以支援最低1Hz 到最高120Hz 的动态更新率，同样支援最佳化色调以及手动最大萤幕亮度2个选项。同时 S25 Ultra 也支援全萤幕 AOD， 搭配上 One UI 7的动画，非常顺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实测环节。首先来测萤幕亮度，三星这次并没有公布 S25 系列的确切萤幕亮度，不过在邦尼的频道不用看官方数据，实测了才是最准。我们直接实测。经过我们实测 ，S25 Ultra 在全萤幕亮度下可以轻松突破1500尼特，并且最猛的地方来了。经过我们实测，这块萤幕的峰值亮度可以一举飙到2960尼特，将近3000尼特啦。不过内行的朋友就知道，还要看 HDR 10%左右的显示面积下 ，S25 Ultra 也可以飙出2835尼特，略高于去年的2700尼特。这块萤幕的亮度表现是真的顶，并且三星这个并不是锁在开发者模式才能测到的亮度，很多宣称3000、4000、5000尼特的机型，几乎都是要在开发者模式下才能测到。而三星这边，你手上的 S25 Ultra 就能达到，不用进了跑分模式。不过看亮度还不够，还是要来看色域色准。在显色表现上，三星提供了鲜艳和自然2档选择，我们这边全部的显示模式都测了，直接讲重点。三星的自然模式对应的就是 sRGB 色域以及 P3 色域，系统会根据你显示的内容来源，自动在 sRGB 以及 P3 色域切换。所以三星的旗舰是具有色彩管理功能的，这个我们之前就有说过。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些测出来 P3 覆盖只有80%上下，代表它没有正确触发 P3 色域覆盖，可能是讯号来源有问题。而鲜艳模式同样会自动判断 sRGB 和 P3 讯号，给出对应的色域空间。而鲜艳模式，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以 sRGB 为基础，给出更鲜艳的 sRGB；P3 就是以 P3 为基础，给出更鲜艳的 P3。那无论如何，绝对是不准确的。所以在意准确性的朋友，请直接选择自然模式即可。那经过我们实测，在 sRGB 下 ，S25 Ultra 可以得到 98.8% 的 sRGB 色域覆盖，成功做到色域限缩，并且色准非常猛。这时候的 CCT 落在 6449K，CCT Delta E 只有 1.17， 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够准，小于1非常顶。不过经过我们实测 ，sRGB 的平均色彩 Delta E 大概落在 2.66， 这个表现就相对一般，离我们期望的小于2还差一点。而在 P3 之下，经过我们实测 ，S25 Ultra 可以达到100%的 P3 色域覆盖，没问题。CCT 落在 6400K，CCT Delta E 同样达到顶级的 1.26 准确表现。不过因为系统的限制，目前并无法实测 P3 的色彩 Delta E。对了，有很多人在问 S25 Ultra 的 PWM 到底是多少？那我们之前就有说过，可以测出这个数据的仪器都不便宜，但就是这么凑巧，这种不便宜的仪器。我们刚好也有，所以就帮大家来测一下 PWM 啦。还请大家多多订阅，帮你按下订阅按钮支持了。订阅完全免费，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上结果 ，S25 Ultra 这块萤幕没有任何惊喜，还是480Hz 的 PWM， 三星还是没有跟上高 PWM 的风潮。但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对 PWM 敏感的朋友，还是要自己去体验最准。因为医学上其实并没有关于太多 PWM 的研究，那有些人就算是2000多赫兹的萤幕，都还是说眼睛会酸；有些人还在用240Hz的萤幕，也说没感觉。所以请直接去现场玩最准。
不过这代同样我们先前介绍过的 Vision Booster 会自动在高亮度和低亮度下就会调整萤幕显示效果。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套在高亮度显示会更清晰，低亮度显示眼睛比较不刺激的演算法。最后在音效上 ，S25 Ultra 依旧搭载双喇叭，同样支援 Dolby Atmos。虽然规格上都是双喇叭，但据传这次三星有换上新的单体。片尾帮你提供一组与各家旗舰的对比，让大家参考。而在大家关心的效能测试上，我们手上的 S25 Ultra 搭载的是高通专为三星定制的新一代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搭配 LPDDR5X 12GB 的 RAM 以及 256GB ROM 的入门容量。所有跑分测试表格以下提供，项目很多，测很久，我们也都会更新到 xfunny.com，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三星今年在 S25 Ultra 上的散热上再次提升 ，VC 直接加大了40%，并且在核心的接触面上也换上了全新效率更好的导热材料，在三星历史上真的是前所未见。接着我们进入到效能测试，跑分我快速讲过去，因为真正的重点还是实战。CPU 单核相写 S24 Ultra、S23 Ultra 以及 S22 Ultra， 分别提升31%、41%以及80%，多核则提升24%、57%以及125%。所以这个效能提升 ，S22、S23 世代的朋友都会有感。以22来说 ，CPU 达到了2.25倍，并且在效能提升的同时，重点还非常省电。而在 GPU 上 ，S25 Ultra 也比 S24 Ultra 提升了1.42倍 ，S23 Ultra 1.76倍，比 S22 Ultra 更是达到了2.6倍。总而言之，高通8 Elite for Galaxy 的理论效能是真的强。我们直接进入到实战表现吧。邦尼团队今年一样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我们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我们就直接测负载更重的原神须弥 S25 Ultra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平均帧数落在 59.5帧，这是首款可以59以上征服原神的三星旗舰啊！今年的效能和散热提升是真的大，对比 S24 Ultra 的 51.9帧，提升明显可见。重点是在跑满的同时 ，S25 Ultra 的正反面也都只有40度上下，温控表现不错。对了，三星今年拿掉替代游戏效能管理的选项，所以直接在游戏加速器选择效能模式即可。另外有观众在问的 1% low 这个概念，虽然在手机上还没有这么普及，但我这边可以先分享出来给需要的朋友，会是 30.6 FPS。接着来测测崩铁 ，S25 Ultra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平均帧数落在 59.8帧，居然完全跑满啊，甚至释放比原神还要好。对比上一代 S20 Ultra 只有平均 42.6帧，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大幅提升。这代三星效能好像有点料啊，重点是 1% low 也不差，来到 38.4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星的手机是有旁路充电的，所以可以绕过电池边充边玩，降低发热，这点不错。整体来说，8 Elite 依旧很稳，无需担心。我们也顺手测了一下，这代同样可以稳定通过 4K 60连续1小时的录影测试。而在续航力部分，首先是 2K 120Hz 之下 ，S25 Ultra 拿下13小时24分，对比上一代 S24 Ultra 的13小时6分，大约有着 3% 的提升。但一天一充还是非常稳，最低全程开启 Full HD 120Hz 即可，没必要继续往下选。在充电部分 ，S25 Ultra 这是支援7Q 无线充电、无线反向充电以及最高45瓦的有线快充，不过并没有内建磁吸设计，但可以另外搭配磁吸保护壳使用。这边也提供45瓦的充电结果供大家参考，半个小时充到 62%， 完整充满大约需要1小时5分。对比上 Pixel 9 Pro XL 的86分 ，iPhone 16 Pro Max 的109分，其实就不快不慢吧，跟过往差不多。生物安全辨识上 ，S25 Ultra 同样采用超声波指纹辨识模组，推荐大家轻点就能快速解锁。此外，这一代同样支援脸部辨识。而在通讯部分，台版同样支援 5G， 并且支援 Samsung Wallet 以及最好用没有之一的 Samsung Wallet 悠游卡，但是 eSIM 还是没有。这个我真的是敲完啊，台湾三星真的看一下啦。此外，这代同样提供了7年的安全性更新以及7年的大版本更新。以客制化系统来说，这点真的是诚意满满。接着来看大家最期待的相机
今年的规格我就不念了，相较起 S24 Ultra 就是超广角镜头升级成了5000万画素，但比起超广角，真的希望三星换一换这颗3倍长焦，3倍拍人真的很好用啊，三星换一换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三星对于这颗3倍的执着，大概只仅次于苹果对于60Hz iPhone 的坚持了吧。我觉得这一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三星终于加入了10bit HDR， 以及更重要的是 Galaxy Log 的格式支援，终于。一般影片和专业影片都可以开启 Log， 不过专业影片会多 4K 120fps， 以及先前介绍过的各种专业功能，像是峰值对焦、直方图等等，根据需求选择即可。2大重点，这次给的格式充足 ，4K 60是全镜头都有 Log， 然后 4K 120是主镜头和超广角都有 Log。那 4K 120fps 拿来创作有多好用，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随便晃个一下，然后到后置阶段再把 4K 120自由放慢成慢镜头，随便拍都好用，创作者必备。另外也支援 8K 30fps 的 Log。除此之外，我猜创作者更关心的是，这次 Samsung Log 在系统内也内建了 LUT 还原的功能，只要在影片上滑校正色彩，你看色彩就会自动还原。最重要的是，三星也在官网提供了 Log Profile 以及 LUT 的文件可以套用。另外一个实用的更新就是三星加入了滑顺变焦感的功能，在一般影片之下就可以看到滑顺变焦感的 icon， 点一下，多推一点变焦速度快。那我觉得好用的是推慢一点，它会非常平顺的进行变焦，而且除了镜头本身的视差以外，这几天测下来都很顺，录影创作非常实用的更新，这个给个好评。而在拍照上，三星这次主要就是更新了升级版的 Pro Visual Engine， 这个在上手影片就有介绍过，这边讲重点就好。Pro Visual Engine 简单来说就是即时语义分割的进化版，有了 Galaxy AI 的加入之后，所有照片上的物件都有独立的演算法进行运算，像是脸部有脸部的，暗部有独立的降噪演算法，而解析力不足的地方则会由 AI 自动进行画质修复提升。今年主要的改变是，他们加上一套叫做 Special Temporal Filter 的系统。现在系统即使在低光源之下 ，AI 也可以更精准的分离静态和动态物件，然后针对性的进行降噪。因为只要分割的不明确，就会产生拖影和割裂感。此外，在 Expert RAW 当中，除了有2400万画素的模式可以选择之外，三星也加入了景深运算的支援。拍完后的 RAW 档也可以一键在 Lightroom 当中开启。好，重点讲完，接下来进入到大量样张的实测环节。然后这期节目我们也直接拿出 Pixel 9 Pro XL、iPhone 16 Pro Max， 然后今年配置很像、关注度也不错的 Find X8 Pro， 然后再把 S24 Ultra 全部拿出来对比。
以下也提供录影样片让大家参考。
最后不免俗的，还是要来选购建议。那我的良心建议非常简单，24 Ultra 的用户继续战，24 Ultra 到现在还是非常强，除非你是为了8 Elite， 要不然我觉得24 Ultra 即使跟各家25年旗舰比，还是很能打不用想太多。那更之前的用户其实换 S24 Ultra 都会有感了，没理由 S25 Ultra 会无感，不可能。所以跟24 Ultra 两支最大的分水岭就是10bit HDR、4K 120 FPS Lock 的支援，以及新的5000万超广角有微距需求会有差异。然后8 Elite 非常猛，我觉得是24 Ultra 跟25 Ultra 最重要的差异。当然还有全新的外观设计。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如果你能找到价格很漂亮的 S20 Ultra， 绝对有些优质选择。但请注意，提前是价格漂亮，如果普通，那还是等 S25 Ultra。其实说白了，这次 S20 Ultra 最大的劲敌还是自己的上一代。毕竟24 Ultra 出道即巅峰，然后生命周期又没遇上什么大乱子，稳稳的旗舰，说实话非常难打下来啦。然后入场旗舰规格虽好，但以用户组成以及大家的留言就很明确了，基本上已经入坑三星生态圈或是熟悉 One UI 就已经很难脱离了。不过我觉得这不是借口，三星如果明年还是常规更新，我真的是好，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说。最后还是帮忙敲碗 One UI 7，和期待三星可以尽快下放 Galaxy Air 的新功能到更多 Galaxy 旗舰上啦。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期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这次又恰巧遇上过年，真的是搞了大家。好了，不说了，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